孙头头的盲目负责是对富二代任天真不负责任的掩护。电视剧《后浪》中，富二代任天真是中医世家第3代的独苗，他从小就被家人寄予厚望，无数双眼睛都在盯着他，这对任天真造成了无形的压力。就像他对孙头头说的，孙头头没有父母，但他的命是他自己的，他任天的命运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他家人的。他觉得很不自由，只能偷偷做极限运动来释放压力。任天真每完成一项任务就列一张单子，记下地点的经纬度。他玩过滑翔伞、蹦极、跳伞、赛车等极限运动，花的钱也特别贵。以前任天真喜欢旅游，有一次他和父亲任新正吵了一架，任新正让他有本事就不要花家里的钱。从那以后，任天真的没有再主动找家里要钱了。他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因为任天是独子，所以老一辈的人都非常疼爱他。他的祖母张继如说，自古世家子弟多愁善感，想用一些珍贵的东西来压抑。从小到大，任天真从不缺少安全贵重的物品。不过任天真并没有把这种事情当回事。任天真说要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，任新让他带孙老师一起去。孙头头自然不想去，可是师傅让他去，他才勉强去了。可他一出门，任天真就让他放假，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能跟他去图书馆。孙真很聪明，他立刻意识到任天真在撒谎，他没有去图书馆。他的好面子被任天真给抢走了，任天真也顺便弄了一笔封口费。可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孙头头却傻眼了。任天真跑到山顶玩滑翔伞，想从高山上飞下来，孙头头连忙拒绝了任天真带他飞的提议。任天真玩滑翔伞是玩卡丁车，还说要玩蹦极、跳伞等极限运动，这让孙头头很意外。敢爱一个全家人都爱的纯情少年，私底下玩这么烂的娱乐节目。任天真终于去了一家古玩店，取下身上的沉香牌，递给了老板。老板出价10万元，声称上面刻着任天真的生日，所以才降价。任天真爽快地成交，拿了钱就走了。结果回到家吃饭的时候，任天真谎称牌子丢了。张继如的奶奶很紧张，怎么又丢了？他不会在图书馆，所以他打电话给图书管理员，让他帮我找。宋一人爷爷感叹，几十万东西就这么丢了。孙头头一听小卡值几十万，又是一惊。孙头头见一家人这么着急，想帮任天真要回名片。在古董店门口等候的时候，一个人走到了他的面前，定睛一看，正是老师的妈妈宋玲兰。他躲也来不及，被他老婆抓住了。师太太找老板要个牌子，老板说店里的员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卖了。孙头头这才知道宋玲兰知道这件事，这些年任天真是来卖他的，宋玲兰是来赎他的。宋玲兰回到家里和任新正说话的时候，心里很着急，一不小心说漏嘴了，说这次他可能真的输了。任新正明白他的意思，把任天真叫了过来，呵斥了他一顿。任天真和父亲吵了一架，一个骂一个不服，闹得沸沸扬扬。这时孙头头走了过来，承认自己是因为需要钱才偷偷卖了品牌。任新正非常生气，罚孙先生在太阳底下蹲几个小时。对于任天真这个不敢认错的小伙子来说，让一个头脑发热的姑娘替自己背锅，实在是太不负责任了。孙头头一向大大咧咧，有一股英气，遇到问题也很负责任。比如上次辅导班的同学一起去吃烤肉，结果不好，师傅就想惩罚他，人们肩上扛着重担。要是孙头头主动替班里的同学请罪，倒是挺让人佩服的，可见这个人是有责任的。但这一次任天真骗了家人，用长辈给的护身符换了钱玩。他父亲知道任新正的事，所以我才教育他儿子。这时孙先生出来顶罪，任天真不再是小孩子，而是大人了，让孙先生背锅，实在是愚蠢的掩饰。任天真明显失误了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因为在他失误之后，宋玲兰在他身后擦了屁股。这一次宋玲兰没有发脾气，孙老大出来帮忙了他盖上袋子。
有这么多人包庇，他就更感觉不到自己的错了，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他认为孙先生替他背锅是不对的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应该由他来承担。任心想教育儿子，但身边的人都在阻止他教育儿子。虽然任心正跟儿子沟通的方式确实有问题，但任天真确实犯了错误，他应该好好教训一下，而不是冷漠放任。宋玲兰在背后默默帮着赔罪，但孙头头的盲目认罪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最后吃亏的还是任天真。这是愚蠢的掩饰，不让任天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不让他真正成长起来。逃避责任只会让他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狂野三分线同样扮演太空精英角色，与张彬彬、杨洋相比差距明显。偶像剧《荒野三分路》播出后，虽然观众觉得剧情有些老套，但吴倩和张彬彬的出现还是撑起了整个剧情。与卢普、迪莱布主演的热播剧《你是我的荣耀》的剧情几乎一模一样，3分，类似于《你是我的荣耀》。男女主是多年后重逢后相爱的高中同学。不仅如此，两部剧还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男主角的设计。在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中，张彬彬饰演的旭阳和严阳饰演的于途是太空精英，有一些差异。在《狂野三分线》中，徐岩是一个文静的人，肩负重任，于是徐岩一直单身，高中同学像远成了他生命中的光。然而由于一场误会，两人分手了。再次相遇，许岩的心又开始融化了。许阳是一个有野心的人，他喜欢任何与航空有关的东西。最终他选择成为一名汽车导航工程师，因为他想要最好的技术。他很有权势，但是公司压榨他，物质生活也不富裕，但是许阳不在乎。仙源在见到许岩的时候，许岩从别人那里知道的不过是恶作剧而已。在《荒野三之》中，许阳是一个心胸宽广的人，尤其是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，许阳能让人看到他的光芒，这样的人也是加分项。在《狂野三分线》中，张彬彬扮演的显然是徐岩，他对工作认真，对梦想执着，并深深地爱着女主人宫向远。在《荒野三分路》中，张彬彬只是一个行走的衣架子，帅气的张彬彬和吴倩真是绝配。不过由于张彬彬棱角分明，面部线条优美，在人物设计上，3分中徐岩的人物设计与观众心目中预设的航空精英形象有所不同。为了《你是我的荣耀》，杨洋改变了之前的照片，从角色设计到说服，他都非常接近航天工程师。于途的坚定、认真、执着与杨洋沉沦的气质完美契合。当然现实中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中的于途是名副其实的航天工程师，3分中的徐岩也终于回到了公司，他是一家知名公司的技术员。两人虽然都在航天领域工作，但在工作性质和地位上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，这也是剧中角色的最大区别。在很多观众心目中，杨幂就是偶像剧男主。《你是我的荣耀》虽然也是一部偶像剧，但是杨洋和角色都非常接地气，结尾玉兔的呈现也让观众觉得很新鲜。张彬彬和杨是偶像剧的常客，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特点。《狂野3分》中的石旭彦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中的于途都是高素质、勤奋、有才华的人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谈恋爱也是一种享受。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一经播出便大受欢迎，最近《狂野3分线》也很火，开播首日企鹅人气突破2万。随着剧情的发展，相信3分也会吸引观众。《荒野3分》中的张彬彬和《你是我的荣耀》中的杨洋，他们在剧中的角色以及张彬彬和杨洋的表现，你更喜欢谁呢？这是伟良最后一次写张彬彬和杨洋，以后也是伟良的学习时间。我今天需要时间把稿子寄到大东。本月早些时候，我设定了每月至少写15篇文章的目标，少的话，这个月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。还是无法拒绝大 boss 的好意，有时写一个脚本的时间太长，而忽略了一些问题。如果有人能指出这一点，那就太好了。